先生们早安，我是李机长，我谨代表全体机组人员，欢迎大家乘搭 CW2411航班飞往新加坡。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再次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查理，什么事，老板？剩下的钱呢？怎么了？我们把钱全部交给你了。这里只有5万。不可能，在机场时，我们一共把13万元交给你。那其他的钱呢？至少8万美金不见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们找回来。我很肯定上飞机时钱还在的。一定是在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有人拿走了？好的，请等一下，让我通知调查员。喂，我是志伟。听起来像是一起机场偷窃案，我马上过来。长官，这是受害者。你好，我是机场警署的高级调查员蓝志伟，我需要了解更多细节，请你跟我来。你身上带着的现金都是不同国家的货币？是的，不过最大的数额是美金。我从事珠宝业，每年都会去香港参加商展，之前到过曼谷。那些钱都是商展上的交易所得，美金大约是13万元左右吧。你可以向韦德核查，是他上网申报的。对，通常都是我交 CBNI 表格。你看，如果携带超过2万元出入境新加坡，都必须申报，所有数额都清楚地列明在上面。数额相当于周末的交易所得？对，如果需要核查，我们也有所有的交易收据。请你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最后一次看到所有的钱是什么时候？那是在商展的最后一天，我把美金分配给所有员工，每个人2万美金。这是你一贯的做法，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但你说在飞机上时，钱全部都在你身上？我在登机前把钱全部都拿了回来。谢谢。谢谢。11万、12万、13万 ，OK， 全都在这里。登机广播，老板，赶快登机吧，最后一次广播了。411航班的乘客请注意，请尽快前往登机口。抵达后，我和查理先回公司，其他人就回家休息吧。OK？ 谢谢老板，谢谢。你们就在登机口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钱交了出来？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有很招摇。有没有任何人注视着你们的一举一动？应该没有吧，我们动作很快。那你最后一次确保钱全部都在的时候，是在起飞之前？是的。你有没有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让背包离开视线？我是上过厕所，但只是一次，
而且当时还有人在登机，我的员工就坐在附近。如果有人想要动我的背包，他们一定会看见。我只走开了2-3分钟。你回来的时候是否察觉背包有什么不同？没有，没什么不一样的。那你全程都没有闭眼休息？韦德有闭目休息了一下。不过只是几分钟而已，好像是飞机降落前。我不是很肯定。在你闭目养神时，有没有可能有人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动了你的背包？飞机降落后，你就一直拿着你的背包？对，一直都在我手上。然后你就直接回公司？是的，为安全起见，我觉得应该立刻回去把钱放进保险箱，这是正常流程。回到公司以后，韦德就突然发现美金被偷了。长官，我和一名员工朱莉及另外3人了解了情况，他们说的和韦德及查理的一致。查看乘客名单了吗？是的，我们在进行中。谨慎是对的，即使在机舱。长官，我们发现了一名值得注意的乘客秉辉。他本来应该在新加坡转机前往雅加达，让我猜猜，他并没有转机。他也没提供在新加坡的住宿资料。好，把他找出来。是长官。这就是秉辉，穿黑衣的。是，这也是他。知道他去哪儿吗？知道，我们问了德士公司，他们提供了下车地点。酒店。是的，警方电眼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也从酒店那里得知，秉辉确实有登记入住，但过了不久他就走了。他会住多久？1晚。他一定会回来。一旦他回房，我们就行动。106，你是秉辉？是。我是机场警署的高级调查员蓝志伟，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件，需要问你几个问题。我们到你房里谈谈吧。看看他的行李。你本来应该转机前往雅加达，为什么你没有搭上那一班飞机？我改变主意。长官，那你为什么没有转机呢？我想，既然已经来到新加坡，就不妨待1天。请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床上。麻烦你把包里的东西倒在床上。长官，这钱都是本地赌场的。你看 ，OK， 我刚从那里回来，我赢了钱。请把钱包里的东西也倒出来。你从香港来，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降落，然后你就去赌场。你带了多少钱进来？你知道在没有申报的情况下，把新币2万或更多的现金带入新加坡是违法的吗？我来的时候带的比较少，后来去了赌场，赢了钱。你也汇了一些钱回国，对吗？那些港币呢？从哪里来的？我从澳门的赌场赢回来的。我从香港飞到这里，身上当然会有港币。哪一个赌场？我想不起了。所有的钱都是从赌场来的，那你一定很幸运。幸运女神真的很眷顾我。秉辉，你涉嫌盗窃，我们要拘捕你，把他铐上。为什么捉我？我说了，那些钱是从赌场赢来的。你的收据显示，汇款额将近1万新币，你一共汇了多少钱回去？你已经有资料了，自己去查呀。你来新加坡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过你，
我是来旅游的。我在澳门赢了钱，就想到这里碰碰运气。只是来玩1天？我哪儿都去，我去过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柬埔寨、马来西亚、香港。听起来像很长的假期。我几年前才刚从监狱放出来。我在中国坐了13年牢，偷窃罪，没有机会旅游。但是我已经改过自新，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OK， 这是明天的计划。A 组到赌场核实一下他的说法。B 组，你找汇款商谈谈，了解情况。C 组负责检查闭路监控画面，我要知道他到底汇了多少钱出境，以及通过哪个渠道。Yes sir。散会。还有，陈伟德说过，除了美金，他身上也有其他货币。录口供时，他只提到美金。必须跟他确认一下，除了港币，还有没有其他货币？其实我都没有检查清楚，我一直想着美金失窃的事，没有点算其他货币。根据记录，你说你有12万港币，对吗？应该是港币12万2千元，这里只有5万2千港币。你肯定这个透明钱包放进保险箱以后就没人碰过？肯定。所以是少了7万。所以找到那个人了。调查还在进行中。长官，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的线索显示，炳辉一下机就搭德士去酒店，不久就去了赌场。赌场方面核实了交易记录，他把大约3万美金兑换成筹码，并在离开前兑换成新元。之后他就去找汇款商，他总共汇了超过3万7千新币，一半给妻子，一半给兄弟。他通过2个汇款商分4次完成交易。然后他又回到赌场赌博。第2次离开赌场之后，他回酒店，我们就是在那个酒店逮捕他。看他再次会从实招来吗？我已经说出真相，我没做错什么。我们知道你一共汇出了超过3万7千新币，一半给妻子，一半给兄弟。快说，怎么拿到这些钱的？如果真的是赢来的，告诉我们是哪一家赌场。OK， 我说，一部分的钱是我在澳门赌场赢的，其余的是我在飞机上捡的，从地上捡的。所以你从地上捡到那些钱，在一个紫色塑料包内。在飞机飞行时看到的？没有，我正想休息，所以没注意之前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飞机降落以后。就在那儿，我踢到东西，就捡起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我看不清楚有多少钱，但我知道肯定很多。所以你知道身上有超过2万新币的现金，你为什么没有申报？我以为是假钞。你又在改变说辞了。较早前你说入境时身上有不到2万新币，现在你又说在飞机上捡到钱，但是因为以为是假钞而没有申报。快告诉我们真相！我没什么话可说了。所以捡到钱和你临时改变行程，不去雅加达而到本地的赌场赌博，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是你之前告诉我们的。
所以离开机场以后，你做了什么？我到酒店，然后检查那些钱，并发现他们可能是真钞。那为什么占为己有？你还是可以报警，把钱归还。我都说了，幸运之神在眷顾我。我以为命中注定我应该得到那笔钱。告诉我们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说了，我在睡觉。然后你就在机舱内的地上找到一个装着美金的塑料袋，你身上也有7万港币。钱是不是从另外一名乘客的背包里拿的？没有，我已经告诉你钱是怎么来的。炳辉，说真话，老实点。我可说了。长官，调查过后，我们已经掌握了事情的经过。嫌犯在离境处目睹了受害者接收现款的一幕，他知道背包里有钱。他在等待干案的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下手。然后他决定改变行程，入住一家酒店，然后到赌场，再去汇款，最后又回到赌场。封堵了相关汇款渠道了吗？是，一旦确定了汇款商之后，就封了。炳辉以为拿了别人的钱还可以轻易脱身，现在看来他是插翅难飞。在刚才的办案案件中，一名犯罪者心存侥幸地以为在机舱内行窃可以躲开法律的制裁，但是办事能力迅速的机场警署警员在接获报案后的数个小时内就锁定嫌犯，并把他缉拿归案。在乘搭飞机时，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保护自己，以免成为罪犯的目标。首先，请全程随身携带现金和贵重物品，不要放置在头顶上方的行李舱。第二，提高警惕，注意打开行李舱存取物品或翻查行李的乘客。最后，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就立刻通知机组人员。警方严厉对待机舱盗窃案，并将根据新加坡法律严正对付所有违法者。您知道佳节前后是某些罪案频发的高峰期吗？欢庆新年的同时，提高警惕能让我们过得更安心。外出购物或用餐时，不要把个人物品放在无人看管的地方，将手提包放在身前并拉好拉链，避免携带过多现金和首饰。遇到刻意滋扰的陌生人，要保持警惕。如果出国旅游，应该以牢固可靠的锁头把家里的门窗锁好，或者采纳具明显威慑作用的保安设施，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就让我们一起遏制罪案，确保佳节期间的安全。接下来，让我们了解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如何传达防患未然的信息。我们在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路演现场的是理事会成员之一的孙婉婷博士。孙博士您好。嗨，你好。可能还有人不清楚，请你分享理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好，过去44年，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一直专注于公共教育，提高人们遏制罪案的意识。在新加坡，人们把良好的社会治安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希望加强的信息是：低犯罪率不等于没人犯罪。好，现场洋溢着无比兴奋的气氛。理事会是如何推展今年的路演活动呢？这次我们路演有一系列公共教育活动。您将看到有多个展区向公众传授在不同的情境下保障自身安全和自我防护的相关知识，内容就有涵盖实体犯罪以及网络诈骗等多个方面。真有趣！这里有5个展区，活动不止好玩，也有重要的遏制犯罪信息共分享。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是防盗区，现场搭建了微缩版的生活场景，如小贩中心。如果对周遭环境缺乏警觉，盗窃就很容易发生。参观者通过微型摄像头放大观察，寻找线索，了解如何防盗。
主办方聚焦2方面：第一，如何保管个人财物；第二，促进了解盗窃罪的法律后果，以教导公众如何防盗。在这个展区，参观者将置身于经常发生非礼案的场景中，如电梯或列车内，从中学习如何识别、避免和举报猥亵、偷拍和偷摄群体照等违法行为。其中也包括使用建议，例如该与不该的行为、往哪儿站、如何保持适当距离、在情况异常下如何应对。更重要的是如何求助和报案。参观者也能进一步了解各类非礼案所必须面对的严重法律后果。到了这个展区，参观者也可以了解自己防范欺诈案的能力，答对有积分。钓鱼链接、虚假招聘、难以置信的投资机会、冒充政府机构以及各类诈骗威胁无处不在。在这里可以学习各种有效的反诈方法，包括全天候服务的 Scam Shield 热线1799、Scam Shield 应用程序、良好的网络安全习惯以及 Money Law 保护措施。而在这里，参观者可以重温《绳之以法》的经典片段，就像当年和家人一起观赏节目一样。他们也纷纷拍照，在社媒上分享最喜爱的回忆。更令人期待的是，明年我们将迎来《绳之以法》开播40周年纪念，敬请大家持续关注，和我们一同见证这重要的里程碑。陆演嘉宾是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吴培明，他也同在场的《绳之以法》主持人交流。路演现场设置了适合全家参与的趣味性和教育性兼备的活动，可说是圆满成功。但是打击罪案不止于此。说到底，每个人都有责任。请谨记，预防犯罪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佳节在即，大家要小心钓鱼链接诈骗分子。他们常以优惠条件引诱网络购物者，但收款后却失联。他们也可能发送恶意链接，要求直接付款，或以配送优惠为名，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及银行信息。请向信誉良好的商家购物，并使用他们所提供的平台付款，以确保安全。你也应该避免直接向卖家转账或预先付款。同时，避免通过不明人士提供的可点击链接或2维码付账，并时刻留意网页地址是否有异常。如有疑虑，可通过 Scam Shield 应用程序核实可疑的信息、电话号码及网站链接。你也可以浏览 Scam Shield 官方网站，以获取更多资讯。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同防范诈骗，守护社区的安全。这一系列的《绳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今年我们聚焦各项备受关注的案例，包括破门行窃、偷窃、欺诈、钱罗、诈骗和交通违反事故。这些案例充分展现新加坡警察部队人员尽忠职守、日以继夜地维护社会治安，并将罪犯绳之以法的努力和决心。2026年，绳之以法将迎来开播40周年。我们衷心感谢所有观众和社区伙伴多年来的坚定和支持，请大家继续跟进本分，预防、遏制和侦测罪案。再会。